来自全球各地巴米爱大学的老师们、伙伴们、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星辰开盛景，红叶成东风，巴米爱云端国际大学1月行动圈。今天呢是第5天，大家都很喜欢的明星百乐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杰子，前公务员，现在是爱健康的百人幸福长。今天呢，特别荣幸能为三位宝藏级的嘉宾进行访谈。那首先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日3位重磅嘉宾，实力满满。第一位，方延龄老师，20年人力深耕，8年轻创实战，爱健康百人幸福长。经验超硬核，请严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早上好，所有爱健康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那第二位是咱们的赵广明老师，国家电网退休骨干，坐标天津晋州，靠谱有方法的爱健康百人幸福长，请赵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爱健康的伙伴儿和领袖们，大家现在好。好，第三位呢是咱们的素颜老师，北京创业18年，操盘收藏品公司，再加上有5家的蛋糕店连锁，同时也是爱健康的300人幸福长，更是跨界的高手，超会带团队。请素颜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全球爱健康的家人们，此刻好！那今天邀请的这3位优秀嘉宾哈，没有空话套话，全是能够落地的知识，能够借鉴的经验。现在就跟着我们，让3位优秀的嘉宾来为我们解锁健康、成长和财富的密码，从他们身上汲取成功的经验。干货盛宴现在开始。那首先，我们想有请严林老师做这位坐标在北京的70后的职业经理人。那深耕人力20年，是什么机缘让他结缘了爱健康呢？大家鲜花、掌声，5201314飘起来！有请严林老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杰子老师的主持，也非常感谢系统能给到我这一次成长和学习锻炼的机会，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赵老师以及舒颜美女同框分享。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方延龄，来自北京，70后，之前一直是职场的传统的打工人，在职场奋斗了20年，一直是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我是在16年年底的时候，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被朋友分享了一款营养素。那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确实是简单的受益了这款产品，改善了我非常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随后，我被朋友邀请到香港去参加了一场万人的活动，在那个会场上，确实是点燃了我心中那个小小的火苗。那从此，我从2017年的4月份开始踏入了组织行销这个行业。那当时确实也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那一直呢也是坚持到现在。那和爱健康的结缘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今天远在澳洲的推荐人恒宇老师，他是我16年以前公司的老总，我在他那家公司只工作过3个月，但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那赵总接触到爱健康以后，在2年的时间，赵总不离不弃，只要他回国，他就会跟我来分享爱健康。但是由于当时自己的认知局限，也拒绝了赵总2年的时间。但是非常非常有缘分，我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有幸到天津见到了我们团队非常非常优秀的卓玛老师。卓玛老师真的是第一次就打动了我，他用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跟我剖析整个爱健康公司的价值。我真的看懂了，开始去尝试我们爱健康的产品，随后开始来跟系统一起来学习。真正启动爱健康是在2024年的1月份，北京的一场感恩家宴让我正式起航。
那我也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哈，带领我团队的小伙伴做到了一个爱健康第一个小小的目标，一个100人幸福长。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系统的引领，感谢我的推荐人赵总，感谢我们团队的领导青霞姐，包括卓玛老师以及雨熙老师，都给了我们团队非常非常大的关注和指引，好吗？杰子老师，这个是我简单的一个个人的介绍，谢谢。好，谢谢我们的严林老师通过刚刚严林老师的介绍，4个小时，卓玛老师进来爱健康，我们真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引路人。好，那关于其他的故事，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深挖。那现在呢，我们先有请第二位，那这一位呢是国家电网安稳的退休，那可是呢，退休后不想轻浮，反而来深耕入局爱健康。那这一份坚定选择的背后，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我们掌声有请赵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请张老师。好的，全球的爱健康伙伴家人们，大家现在好。今天能够与3位美女老师同框共度这美好的时光，感到特别荣幸和兴奋也有点小紧张我叫天津市九区土生土长的农村出生，央企电网服务5年，退休5年多了，现年沾周司令的光，大家都尊称我大表哥，每次听到这个称呼，每一次都温暖着我的心。能够享用爱健康产业，进入爱健康事业，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幸运。虽然周司令是我的亲人，但我仍要感恩他，仍要感恩他的这个亲情大爱，让我及时享用了这个改变我和家庭命运的伟大产品。吃恩安门第天后，新冠病毒感染了我，在周司令的指导下，我加量服用恩安门胶囊8粒，1天后，我的高烧、咳嗽、浑身疼的症状就消失。用20天后，困扰我20多年的鼻炎消失。服用4个月，在体检中，往年的17项亚健康指标全部改善或消失。比如这鼻炎、口腔溃疡、老花眼、血脂高、高尿酸、甲状腺结节、双肺结节、前列腺肥大等。待我的效果显现后，我马上让全家5口人都服用了这款伟大的产品，也显现了奇效也吃了20年精神病药呢，而维持睡眠的伴在这个1个月之后，就有了整夜的这个的睡眠，而且把这个安眠药全部扔掉了。更让我欣慰感恩的是，从出生有尿崩症的大儿子也完全康复，他已经40多岁了，他已经40岁了这个是我是我这个从他出生到现在的40多年的痛现在压在我这个心中40年的大石头也落了地。这份爱健康的惊喜，我不想只让家人独享，更想分享给身边每一个被疼痛、被亚健康纠缠的朋友。在周司令和孙老师的指导下吧，靠爱健康的这款伟大产品，我帮助了200多位有缘者，其中不仅有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的患者，而且还有甲状腺性肿瘤、肺癌和血小板极低这种关乎生死的顽症，他们都转危为安，看着经过自己的分享，爱健康使更多的人摆脱病痛，真的比自己身体好还要开心。除了获得爱健康的助力，使人健康，还让我有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收获。上月我也顺利的达到了100人幸福长，并有了1万多元人民币的收入。有的伙伴说我的收入已经进入高干的行列，而对于我而言，这不仅是数字，而且爱健康对每一个大爱分享者的最好回报吧。想想没有爱健康
我现在肯定是混迹于酒桌麻将桌，一个浑浑噩噩的这个走向终点的这个老者吧。而爱健康让我的生命注入了新的责任和更高的价值。我就先分享这么多，杰子老师。好的，我们从大表哥的分享中可以看到对爱健康满满的感恩，自己和儿子这种亲身经历哈。那实际上今天这个大表哥的分享，我们在昨天会前会的时候，真的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喜悦，浓浓的这种幸福哈。所以也远离了这个麻将桌哈等等，开启了正式的真的好的幸福生活。好，谢谢赵老师，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这位昨天在会前会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舒妍老师的干练高效，那行事又轻快，直击核心，就他的这份能量特别的打动我。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都一定非常想听这位18年跨界创业到爱健康团队引领团队一路往前走的温暖的生命故事。鲜花，掌声有请我们的舒妍老师。好的，非常感谢杰子老师把这个机会给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和我们的方老师以及我们的赵老师同框一起给大家分享。全球爱健康的家人们，此刻好我是舒妍，坐标北京，感恩总裁搭建了8米爱云端国际大学，感恩公司给予成长的沃土，感恩生命中的引路人美丽的珍妮老师以及各级的教练，照亮了前行之路，未来距离力同行。那我是舒妍，坐标北京。我是06年来的北京，07年就开始自己创业了。我和几位老师还是有一些区别哈。我当时从事爱健康这份事业，是因为我在07年创业以后，先是做的那个收藏品，那大概是做了07到18年之间啊。然后呢，到了19年又开始自己创业，开了5家蛋糕店，从19年到23年之间。那开了这5家蛋糕店，让我觉得特别的疲惫。其实这个疲惫还不止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整个疫情结束以后，整个经济环境更差了。所以在23年年初呢，我就做了一个停止的动作啊。原本是想开10家店，然后继续做这个复制的动作哈，就保加盟。然后呢，我在23年年初，我记得一开年整个疫情刚放开，我就开始去学习去了，去上了很多的这种关于商业的这种课程。那现场基本上全部都是老板，他们只在讲这个整个中国的形势、国际的形势怎么走，以及钱在哪里，下一步的风口在哪里。所以整个学下来以后呢，我就知道了，2024年是9子离火运的开始，24年到44年，整整20年的时间。那和离火运相关的呢，就是4个行业：AI、新能源、养老和大健康。那其实我回到家以后，我就自己在想，真正作为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个体，我能够落地的是什么？AI 新能源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专业，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的。那养老的话呢，我跟一个朋友，我们跟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发现养老是一个非常重的资产。那对于个体来说，你那投个几百就根本就看不见的。那最后的话就是落地到大健康上。大健康其实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也会觉得鱼龙混杂，怎么样在大健康的赛道里找到那个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然后长久的公司，并且能够把钱放到兜里去的这样的一个分润机制，就是我们需要去抉择的。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说那就很简单了，那我就半只脚先迈进大健康就好了。所以呢，我就开始了这个选择项目哈，大概看了7、8个项目吧。什么这个那会儿第一个看的是一个中医的按摩馆啊，也是一个加盟店，还有这种养生馆啊，还有这种加盟店呢，还有一些关于机器人的一些先进的这种设备的哈，都看过。那爱健康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被珍妮老师的整个的朋友圈打造吸引。其实我俩是只见过1次面，加了一个微信，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是那会儿我是主动想要去找项目，我就大量的去约人见人哈。那我当时聊完天，第2天我就去了。第一个我感受是，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好。哎，我说这个姐姐这么多年没见，状态还这么好哈。然后呢，我也知道她抖音做的不错，我就想跟她学习一下。她跟我说，她抖音已经不做了，因为抖音是特别耗气血，然后呢，导致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问题。然后她就跟我说，她现在在做跨境电商。那其实那会儿我对跨境电商就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国家整个大的环境是内卷非常厉害啊，自己人卷自己人。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跨境电商的方式。那会儿我也没有找到好的那个方式啊，他就跟我说他在做跨境电商，把国外顶级的产品、天花板级的产品啊拿到中国来啊。我说那这太好了。我说那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他说是一个这个漆包修复的产品，那个天花板级别的，包括像李嘉诚他自己都有自有的品牌来做这个销售。我说那这个东西现在大环境不太好，如果一个东西太贵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兜里都没钱嘛，说白了。他说那个一天啊一杯奶茶钱就可以解决我的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问题。哎，我说那这个太好了，因为我一直是进口的产品，所以呢，我说那就很简单，我说那我赶紧要体验一下，当天就开始下单体验产品。我当时想法非常简单，如果这个产品有效的话，我们再谈后面的事情；如果这个产品没有效果的话，不好意思，拜拜啊，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的进步就是真的有产品自己会说话。我前20天是困得不行啊，到了20多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生物钟变得特别的好，早上起来哎就变得很精神。然后一天就感觉时间好长啊，可以干好多事情。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晚上的话精力消耗不完啊，就感觉家里哪儿都脏，擦桌子，扫扫地哈。从那时候呢，我就开始了健身，我说就去健身吧。所以呢，去年这要前年了哈，24、25年嘛，参加了2次的斯巴达勇士赛，跑了1次马拉松，然后对，那个今年也去了1次这个20年、25年啊，也参加了1次这个斯巴达，然后带着小伙伴们跑完马拉松回来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在聊，为什么这个产品可以让一个40岁的身体体现出来20岁的状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如果这个事业放到第二的时候，产品我们真的会吃一辈子。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前期就开始了一个随缘式的分享，因为那会儿蛋糕店还开着，然后到了一个机缘巧合，是24年的8月份，那个房租要涨啊，那个因为在商场里嘛，当时就想那个爱健康这个时机点真的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要有所割舍，所以呢，在24年的8月份，我关了蛋糕店，开始全力以赴的做爱健康这份事业。到了12月份的时候，上了100人，到现在的话是300人冲500人的一个路上。啊，那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能量、更大的这个专业带领的伙伴们拿到更大的结果。2026年，我希望在金融康智团队里出现更多的100人、400人、500人、1000人、2000人的伙伴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信心满满。好的，我的分享就这么多，把麦给到杰子老师。谢谢，谢谢舒妍老师。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舒妍老师这种轻快、明快、喜悦、幸福啊？都有没有受到感染？那刚刚讲到，每天就一杯奶茶的钱，哎，可以解决我们从脚后跟到头发丝儿的问题。哎，这句话是不是在我们平时讲的时候很好用？很多人嫌产品贵的时候，好，谢谢。那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哈，对3位老师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今天既然是明星百乐门，我也希望很多的家人，尤其是新人朋友们，希望从这些成功的人老师身上可以挖到更多的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从他们身上挖点宝，好不好？那第一位，我们先请一下闫宁老师。那在您的生命故事中有提到，在之前的平台都做到了总裁级别，却好像仍然没有感受到有稳定的管道收入。那您为什么就笃定在爱健康就一定会拥有稳定的管道收入呢？我想这个点大家都很感兴趣。谢谢您，有请。好的，好的，我觉得杰子老师特别的问了一个我当时也是很扎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做事儿非常非常的认真和专注，在之前的平台确实是从一个小白那会儿起步的时候，没有像今天我们有这么完善的系统，有人教，有人陪，有人带着，那会儿还是兼职的创业，但是确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但是努力过后。
并没有一个我想要的被动管道收入。因为当时去到前平台的时候，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有一个被动管道收入，而且能带着一些相信我、跟随我的朋友去拿到结果。但是努力了很多年，有种种原因哈，有商业模式的原因，因为当时确实是要去冲拼接。那当时去冲拼接的时候，就会导致我自己和我的一些伙伴会有一些资金的投入，会压很多很多的货。那包括也会有我的下面的会员去每年有大量的消费。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到很好的收入，而且当时就是说，当你不去冲这个级别的时候，你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后来我的推荐人，我记得赵总问了我一个很扎心的问题，他就说，但是他会知道我非常非常的努力。他说：“严玲，你这么努力的工作，你有拿到你自己想要的结果吗？”我当时这句话真的让我思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见到卓玛老师的时候，卓玛老师跟我深刻的去剖析我们爱健康商业模式和奖金制度，加上我自己后来静静的去分析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爱健康奖金制度几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用冲拼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很多这个行业的人来讲是太大太大的优势了。那包括我们可以单边就可以有很好的收入。那当时我确实有团队的伙伴，有一边的时候会有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积分，但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这个去打开另外一个市场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那包括我们这里是以复购为底层逻辑的商业模式，那我们的稳定的收入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复购，包括我们的积分都永远不会清零，而且我们还会是这家基金创投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们的所有的消费在转换积分的同时，可以100%的去帮我们转换股权。所以当我真的看到爱健康这些商业模式的亮点的时候，我毅然决然的就开始转身了，并且开始跟我的团队的伙伴去分享。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在爱健康2年的时间，我也是看到了商业模式的极大的魅力。爱健康公司，我每个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包括我的消费者在一个人都不分享的情况下，他们每一个月也会有星云奖金 L4 股东哈。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刚好也听到我们的佩纯老师在讲，真的是前无古人。我在整个的做这个组织行销行业的这个经历的过程中，也接触了很多项目的人，也看了很多很多的项目，但真正能像爱健康商业模式的，就每一个普通的人，你在这里都可以去拿到结果，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平权。那包括爱健康的感恩的文化哈，我觉得真的是把感恩写进了制度里边。我们团队的领袖青霞姐每个月都到北京去帮我们去开一场感恩家宴。那所以有很多的伙伴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恩家宴走进了爱健康，了解了爱健康。在之前的前平台的过程中，确实是，我记得那会儿真的是经常要大量的出差。我曾经有1个月的时间，我去冲拼接的那1个月，我跑了8个市场。经常是拿着行李箱到处去谈，然后去讲。但是真正在爱健康将近2年的时间，我出差的机会就很少很少。我们大多数的时候真的都是互联网的创业，因为爱健康在起步的时候刚好是2020年，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口罩的3年时间。那我确实是看到系统里面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些总裁们，实际上就是靠着一根网线。所以我真正在爱健康看到了七轻创业空间的魅力。一根网线，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市场，把你的这个项目分享给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伙伴。那所以我觉得当时是由于自己的，我觉得还是认知的问题哈，就是没有打开，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爱健康的魅力。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分享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真正的有组织行销行业经验的人，我们也真的会把爱健康商业模式的亮点分享给他们。我觉得真正在这个赛道上耕耘过的人，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希望去拿到结果的，但是看到很多人没有，就做得很辛苦，很辛苦。我觉得爱健康商业模式真正的是助力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去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哪怕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到千人大将军，我觉得哪怕你上到100人幸福长，那一年有20到30万被动管道的收入，对于很多平凡普通人，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哈。
就是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在收入方面都很不稳定，都有很多很多的焦虑。那至少爱健康，你不用全力以赴的来做，哪怕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工作上、现有的这个项目上，你做一个加法。所以我现在真的是也一直的在带领我的伙伴哈，每天也在奔赴在分享爱健康项目的这个路上，好吗，杰子老师？嗯。好的，谢谢严林老师。那对于被动的收入、管道收入、税后收入，很多很多的人都希望来获得。那我相信通过您的分享，那除了我们有那么好的制度，我们有那么好的模式，那更从您身上看到了我们领导人的爱、关怀、付出，以及我们在爱健康这个里面满满的这种幸福感，在经济下行期却拥有稳定的这种收入，对当下来讲，每一个创业者来讲，它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赵老师。那刚刚大家都听到了赵老师的这个生命故事，他们全家这用产品的效果都如此之好。那我就特别想请问一下，您用产品效果这么好，您分享应该会是这个大家的可信度都很高吧？那会不会也会遇到有不理解的，或者说被误会啊？不就想赚我钱吗？那当你遇到这些情况，你是怎么来开口分享，来逐步来推进爱健康的呢？有请赵老师。杰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太好，同时也是太扎心哦，因为我乃至很多伙伴每天都要面对这个扎心的现实吧。爱健康 NMN 产品这款伟大的产品，对人类这个改善健康、延长高质量生命的产品，这么好，其实在分享推广当中也没有摆脱这二八定律啊，即80%的时候都被拒绝的概率。更让我感到无奈委屈的是，在这抗拒的这个族群中，就包括我们很多的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和朋友，呃譬如说吧，我这亲哥哥啊，亲大哥，他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服务了很多的糖尿病得到改善以后，我把产品都是亲自递到了他手上啊，苦口婆心的说给他讲原理，啊，给他讲这功效和这个案例吧，他最后就是不接受啊，那其实还是认知的问题，所以说，啊，在1年后吧，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吧，他就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我感觉是血液的浓度过高吧，血液的粘稠度太高吧，就造成了这个加速了他这个脑淤血这个进程吧，就脑淤血就去世了所以说这个真有点儿，到至今想起来我也有点痛心和这个心痛，也惋惜。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单位的一个伙伴，一个也算一个下属吧，平时关系跟我特别好，信任度特别高。他也是很严重的糖尿病，比我哥哥这个还严重。他在我退休的时候，他这个眼睛都已经接近失明了而且还是这么胖，200多斤，220多斤，不足1.7米的个儿。还有这个下肢他已经那个敏感度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也已经很低了吧？我在这个用了安康咱们这个 NMN 有效果以后的半年中，我都及时的我这个也是像刚才说的一样，我这个服务了几个案例，有很好的效果以后，我就马上的我就去了他家里，把这产品想让他吃上，而且是跟这孙艳宽老师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个周到的这个方案
给他这个出了一个很详细的方案，他当时也接受了，但是他第二天他又去医院，去一家医院问医生，这医生肯定他不了解咱们爱健康产品，医生就说不要吃这个，不要吃，他最后还是相信了医生，这让我很无奈啊。那个半年以后，这个不好的消息就传来，他的眼睛失明了，而且下肢被截断了一条腿。我说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无奈、委屈，痛心，呃，这个真是这个心情相当复杂。呃，他们断送了这个我感觉是他们断送了这个最后这个改善和康复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扎心的现实面前吧，也更加要求自己吧，要具备更加过硬的这个知识储备，要更加这个学习，更加像要像孙艳坤老师，像这个周司令那样能够有扎实的服务本能，有扎实的这个沟通技巧。怎么说呢？呃，这个周司令，我们这个周司令这个说的这几个他总结的3句话，也相当于精准的概括了咱们爱健康这个事业的实质吧。爱健康产品，他说有缘遇到，有福享用，有爱分享。我感觉这3句话，是很好的。我想杰子老师提出的这个核心矛盾，只能随着科学的普及，让人们了解使用人群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服务技能、服务能力的提高，就能够减少这个很多遗憾吧，而且这个能够缓解杰子老师说的这个矛盾吧。我所表述的我也不知道正确与否啊，杰子老师，把麦好的，交给你。好，谢谢赵老师。我相信赵老师遇到这个问题，在很多的新人，尤其是新人啊，都会遇到。那尤其是在最后，就像我们的周司令说的，有缘遇到，有福享用，有爱，我们就去分享。那把我们的专业功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去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因为真的太多人需要了。谢谢，谢谢赵老师。那接下来有请，作为一位18年的跨界创业。那同时又操盘收藏品的公司，那同时又开着5家连锁店的蛋糕店，那跨界跨度如此之大，那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想请教哈，舒妍老师，那你选择项目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为什么会在当初的8个项目里面，最终看中了爱健康？我们很想知道，有请舒妍老师。好的非常谢谢杰子老师把这个问题抛给我哈。我想问一下现场啊，我看到有很多的伙伴在，有多少伙伴自己创过业？我特别想知道，创过业的伙伴可以扣一个1啊，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共鸣哈。好，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寒冬，大家都感受到了。那这个经济寒冬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长久，还要严重。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明年会加剧。所以在23年那会儿，我进入到一个焦虑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创业，无非就是说你投的多点儿，投的少点儿，但是都会拿到结果。但是现在这个寒冬是你投资基本上99%就直接打水漂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伙伴都是那个满腔热血的冲出去，真金白银的掏出去，结果就啥都收获不了。所以在现在这个经济寒冬下，在这个全球的经济踩了这种急刹车、消费大降级、行业内卷的大环境下，整个的创业的打法要整个的颠覆掉了。第一个颠覆是什么呢？就是单打独斗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而抱团取暖的时代开始了。这是我们颠覆习惯自己一个人去干，但是这个时代是你一个人是干不过一个团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重投资的时代结束了。轻创业的时代开始了，那无非就是说，你要在轻创业的这个时代里找到那些趋势的行业，然后在趋势的行业里去筛出那个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什么叫真正有价值的公司？就像爱健康这家公司似的，当时我去选择它，我是让我在美国的朋友直接去到了咱们总部，他给我拍了个视频过来，我当时就想看这家公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是骗人的吧？包括后面又做了很多的这种关于产品的这个被盗啊等等的，才会决定拿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包括我们讲到了所有的这个产品好和公司好，没有办法让我们拿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去运营。真正让我们拿时间和精力在上面的是他的钱能实打实的装到我们的兜里去，而且能让普通人拿到结果这才是我们真正拿时间和精力在这儿的哈。那对于爱健康来说，它正好符合我当时选择的几个点。它在趋势里，因为它是大健康赛道嘛，而且它是属于慢病调理，然后亚健康调理这个，它这个赛道是只要你喘气儿的人全部都覆盖的而且呢，它是以复购的底层逻辑，这个点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开蛋糕店那会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吃完他还会再来吃完他会再来，那这种复购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不期望说我挣人家一笔捞完就走。那现在这个时代，挣完一笔捞完就走的这种时代也结束了，而且现在是整个经济是人脉信任经济，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能够长久的走下去，然后呢，让你的伙伴真正的受益，不伤害你的人脉为前提，然后才是轻创业以及这个人脉共享第三个就是那个它没有门槛，能够让大部分有梦想的人进来。因为我刚才为什么会问说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创业哈，是因为创业是需要钱的大部分的创业你要么扔个几十万，要么扔个上百万，但是很多人他是拿不出这个钱来，甚至说很多人他没有创业的经历。但是爱健康这个事儿，它还不是简单的一个嫁接副业这么简单，它其实是它没有天花板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个消费参与这个项目，大家都一样，每天就是20多块钱一杯奶茶钱，但是你想拿多大的结果都可以，你是拿个麻袋来捞，还是说你拿个大卡车来装，都是可以的，没有天花板。所以它是比你投资几百万拿的结果还要大，所以是要拿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哈。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人脉共享、人脉多次变现的时代也来临了。就是我们以前创业是要么咱俩你投50万，我投50万，咱俩合伙挣钱了以后呢，可能还不挣钱，大家还都手牵手，可那个温暖了。一挣钱完了两个人先打架，然后先抢钱，先分家。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用花钱，就把我们相互不能利用上的人脉真正的串联起来，在这个行业里，我们的人脉进行深度共享，让我们成为一个超级的利益的共同体。所以这个项目是符合了所有方方面面，在大的这个趋势下，在这种轻创业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让大家深度的链接。我说最好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所以爱健康这份事业刚好符合了我所有的点，我就真的觉得我特别幸运哈。好的，吉子老师，大概就这么多。谢谢。那我们通过刚刚这个轻快的水岩老师的分享，提到了单打独斗时代确实就过去了，我们一定是未来抱团取暖、轻资产的实业这个投资哈，就全面来临。那同时人脉的多次变现，谢谢水岩老师哈。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哈，还想从3位老师身上再多挖一点宝藏出来。那接下来这一轮呢，我们就在
更就是直击一点这个，不管是痛点也好，核心也好，或者说做得好的也好哈，我们来再从三位老师身上再来深度的挖一挖，因为可以希望给到大家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哈。那第一位我们还是想有请这个闫宁老师，您作为有20年人力资源管理的这样一位老师，我们当下就特别想请教您哈，如果团队有核心伙伴流失，那您的核心的对策或者说规避的方法有哪些？哈，有请闫宁老师。好的，杰子老师又提了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哈，也确实是遇到过。我在前平台的时候，确实哈，因为我觉得现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平台比阳台多，你只要是今天出去做事儿，每天就是你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项目，而且有的人哈，说实话，我们也接触过，就是那真的是。讲的哈，就产品哈，然后不整个商业模式，而且他们是讲的非常有诱惑力。你一个人你不推荐，或者你就躺着，你都能赚到多少多少的钱。在我之前前平台的时候，也确实是有我团队的核心伙伴，就离开了。那当时确实是自己的，就现在回想起来哈，当时自己也还是有一点点的不理智哈，我就把那个朋友就移出我的群了，所以当时就是有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哈。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市场的一个经验哈，包括我觉得也是加上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长，那我首先呢，也会来讲哈。首先，爱健康它是属于这样的轻资产的创业项目，我并不会给我的伙伴去发1分钱的工资。那如果说你真的是选择，我是给予去祝福的哈。但是我确实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我觉得目前来讲，我团队的所有的伙伴。没有一个去离开爱健康，所有的伙伴虽然说在外面也会有人去拉他们，也会有人去跟他们去分享其他的项目。那当然，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的爱健康真的足够的强大。我觉得不论是从产品，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公司，那包括我觉得我们的总裁哈，就是我们跟引路人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包括我们的商业模式，乃至于到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的系统，我觉得我自己哈，真的做组织行销行业这么多年，我觉得真正是要靠一个。伟大的系统，那我也确实是自己跟了爱健康系统的2年。我经常讲，系统是什么？系统是一群的人用几年的时间去付出，然后打造了我们这么一个系统。那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我刚进爱健康的时候，我的团队领袖哈，青霞姐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系统做85%的事情，个人做15%。实际上，我之前对这句话没有更深的理解，但是真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时候，我确实是看到了爱健康系统的一个强大。所以呢，我在这里哈也真的感谢一下我们系统所有的系统的5位联合创始人，包括我们每一位贡献的讲师，包括我们每一位的分享嘉宾，确实是因为有着这么一群人在这里边的坚持哈，让虽然说。我们会面临个困难，各个方面的困难，但是因为有强大的系统哈，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的伙伴都依旧坚持在这里。那所以我会做好我自己的动作，比如说我每周会搞线下的这样的事业说明会，我们也会搞读书会，我们会组织一些户外的这样的沙龙的活动。那包括我们每周线上的这个。复盘的活动，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北京小小团队的一个领导人哈，那我就坚持做最好的自己，然后不断的去输出价值，然后每天把系统的课发到我们的这个行动群里面，包括把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案例和见证发到我们自己的分享群里。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哈，你生拉硬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能做的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我坚持不断的去付出，对每一个伙伴，所以呢，我觉得
我也比较欣慰哈，现在团队伙伴都依旧的很好的坚持在这里，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坚持，也看到越来越多优秀的人看到了爱健康的价值。我觉得真正首先像刚才赵老师讲的哈，我觉得真的是产品的过硬，产品的受益，那很多人也会去分享他们的产品有多么的好，多么的好。但是我觉得真正是产品会说话，之所以让我在爱健康里。坚持，包括我们能吸引到越来越多优秀的伙伴，真的是产品。很多伙伴用到5天的时候，用到10天的时候，就会给我非常非常好的反馈。因为产品给了我们这么一份底气，因为商业模式让每一个普通的人真的是可以实现轻资产的创业，哪怕你零投入，你在这里边你都可以启动。那包括我们有强大的燕之歌的系统，那我团队哈，就是也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人才进场。我有些时候也讲，我的个人能力非常非常有限，因为我不是非常非常优秀，我没有自己创过业，在过往的时候哈，我就是一个职场经理人，我怎么样的去影响和感召这样的优秀的人？看懂爱健康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燕之歌系统，实际上8米爱的云端国际大学，真正是我们爱健康最大最大的宝。因为我觉得人在就是人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财富。那我也相信呢，就是有了这么好的平台哈，我觉得事儿对，一定是人对。爱健康真正的就是一个好人的经济。刚才我忘了应该是哪位老师就是总结的那一句话哈，就是用上产品就是我们的福气，然后能去传播这份就是我们有爱。我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初心哈，带着我们的这份爱，每天坚定的做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就是爱健康系统还有一句话哈，就是生命感动生命，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我相信可以做到。好的，谢谢杰德老师，这就是我对刚才问题的一个回复。谢谢林老师，永远做最好的自己，不断的去引领团队扎实稳定的往前走。因为我们有如此好的公司，我们有如此硬核的产品，我们有如此大爱的好的培育人才的系统，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谢谢林老师。好，那赵老师呢，作为一位66岁的这种本该来安享退休的这种幸福生活。那您却在爱健康里面逐步成长，现在也成为了百人幸福长。我们特别想了解的是哈，那您在这一路走来，破除的最大的一个卡点是什么？就我特别，因为现在很多家人朋友们都点击了 KT 计划，尤其想跟这些计划冲刺百人幸福长的这些创业者们，好分享一下，您觉得您能够成功的最大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好，有请我们的赵老师。好的，感谢杰子老师的问题，把我引入了一个更深的灵魂思考啊。我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在特殊职业环境下养成了很多缺点，臭毛病的这个一个人吧。比如刚愎自用，比如自以为是，比如经常训别人，比如这个爱较真儿，爱抬杠，能力上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进入那个爱健康事业，接触到了爱健康产品，和这个大爱奉献的感恩的这个企业文化，特别是与爱健康的事业的领袖和伙伴们身上吸取了巨大的正能量，使我一点点的不断提高，完成了生命方向的转正和升华。虽然就是爱健康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一路平坦。比如在分享初期，认为凭借自己的人脉，再加上这个爱健康这款伟大产品的效果，我感觉到百人幸福长、千人大将军是那个手到擒来的简单事情。开始几个月也确实比较顺利，比如说我不到3个月，就注册买产品的伙伴就达到了30多个，呃在老师的帮助下啊，在当时呢，心里是不认可这个系统的重要性的啊，也没有完全接受老师的这个正确的引导，也不参加学习啊，所以这个所以这种观念和行为像病毒一样，
也污染了这个整个的伙伴团体。好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啊，好的东西能复制，但是坏的东西复制的更快。所以可想而知吧，这30个复购的伙伴最后就所剩无几了。痛定思痛，好在我是一个慕强的人，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也是一个敬佩并愿意学习成功者经验的人。在周司令、叶二姐、周老师和孙艳宽老师、邵总、尚阳老师这些大德大爱的、不离不弃的，呃，那个关怀指导下吧，逐步走向了正轨。首先在学习上，无论线上线下，每天每次不落一节课，给伙伴们树立好的榜样。因为我知道，要想改变或要想这个解决伙伴的问题，就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在具体的操作上，也按流程走啊，从这个分析名单这个从这个分析名单开始，呃全部这个动作都按这个流程的正确的流程走吧。还有公司和集体那个参加的活动吧，我每一次都积极参加啊，比如说龙虎山游学2次我都参加了，还有这个10135计划，每次我也都实现了，还有这个旅游计划啊，每次我都实现了吧。第一年比较遗憾，去美国执行，因为签证的问题，没有去，但是这也没有阻挡我去日本、去加拿大的这个决心吧。所以说这个本身就是对伙伴们的一种激励和引领啊。当然去日本，我还跟杰子老师啊，我们近距离我们挨着一起吃饭，一起交流过啊，我也感到特别幸福。所以说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提高了见识，增加了知识，更是在与大能量领袖，比如这个何荣盘总裁、雨露博士、羽西老师、玛丽老师，以及世界各地的精英伙伴身上吸取了巨大的能量。也让我这个自由散漫的人逐步变成了自律。在这些巨大正能量的加持，再加上行为上遵循系统的要求和老师的指导相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小成绩。百人幸福赏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它蕴含的人生价值，落实人生价值吧，那实在不容小觑。因为透过这个100个的数量，说明100多个生命和家庭因我的努力提高了质量和品质。更让我高兴、很有成就感的是，我爱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山西、黑龙江、兰州和英国这更加增强了我在爱健康事业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健康，实现这个呃财富的增加，实现灵魂的兴盛。好，我的回答就到这里，杰子老师。好。我们透过屏幕都可以看到赵老师的开心哈。从0到100是最难的，那您已经突破了这个卡点，而且您已经开始全球市场都已经开始布局了哈，特别的感谢您。那看来还是要所有的伙伴们想冲刺的，想快速成为百人幸福长的，一定要自己带头，带着自己的伙伴们紧跟系统。好，这是我们所有成功的这个领导人给到我们的新人的朋友，好，最多的说的一句话：紧跟系统，做对自己。好，谢谢我们赵老师。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哈，在组织行销行业，在这个还没有到达自己的顶峰之前，很多人都有过想放弃的时刻。那我不知道舒言老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你遇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是怎么咬牙挺过来的？我们很想知道。有请舒言老师。好的，杰子老师，我说实话啊，会有无数次，就是新人一定会有的，真的会这样子。
但是呢，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就感觉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就拽着珍妮老师，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事儿是非常好，但是我可能不行了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呢，珍妮老师说：“没事儿，没事儿。”他就一直跟我聊天儿，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老师跟我聊。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那个老师讲的什么了，但是那个老师跟我聊完以后，我就像满血复活了一样。所以我后来我也在分析，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情绪是情绪，问题是问题，我们要把它摘开去看。那后来的话呢，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第一个我们遇到的就是对内，就是刚才我们赵老师也讲到了哈。其实爱健康这份事业有一点跟那个照妖镜一样，就是他把你原有的所有的你的那个行为，你自己不自知的全部都照出来了。你像我的话呢，我就属于我以前不爱跟别人打交道，然后别人加了我微信我也不通过，别人跟我主动说话我也不说，我是那种的。但是呢，当这个事业进入来以后呢，它是完全反着来的。所以我第一个要过的关是关于我自己这一块儿，我的内心特别拧巴啊，然后呢想去张嘴又张不开，然后呢想去说又怕人家觉得我在卖货，我都前期我给出去8瓶免费给。我就是怕别人觉得我好像是赚人家钱了怎么着的啊，就是那个面子关就死活过不去。然后我就记得袁树老师有一次来北京，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跟人家说了怎么着，反正也忘了说了一堆什么，就是所有的新人爱说的那顿抱怨里边的我说的那顿抱怨。然后呢，袁树老师就说了，内心戏可真足啊你要脸要钱呢，就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因为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系统里都有答案，他就给了我这句话。然后我就一下愣那儿了，我说我要脸要钱，我肯定要钱啊，我就这样想的。所以呢，当我就是把这个关过了，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关，就是我自己的这一关，然后我就开始理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我要把原来的那个我真正的抛掉，这个抛掉还不是嘴上的抛，这个行业需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要把我自己强行的格式化，就像那个机器人一样，哎，你让我笑我就笑，你让我热情我就热情，你让我主动我就主动，你能感受到的温暖我全都给你啊！我们就像那个人家不说嘛，说每一个人都是个演员，对吧？在孩子面前要做个好父母，在父母面前要做个好孩子啊，在老公面前要做个好妻子，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是要这样子，你要想在这个大的事上拿结果，你还要想保有你原来的那些东西，那是不可以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关。第二个关就是专业层面的，就是我当时也在想，哎，我到底是我卡在哪儿？除了我的人脉，因为我原行业我从来没有做过类似于这样的行业，我的人脉不行。但是呢，我又极度的想在这个事业上拿结果。那比如说我的第一个伙伴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梁导，他进来他的人脉就特别好，他特别喜欢说话。我经常说，我说他在我们小区里，从下楼，从那个小孩到老太太，我都上楼在家待了一圈，下来人家还在楼下聊天呢。那我就在想，那如果我的伙伴进来了，我能为他做什么？就是团队是属于大家集体共建嘛，那你总得付出点什么吧？你啥都不干，你就想躺赢，那也不现实。我说那这样好了，他去搞人脉，那我就负责专业，那我就要把我的专业就是搞得特别过关。而且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就是那会儿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伙伴进来了，他呢带了一个很优秀的伙伴，那个人还是有一些粉丝量，而且也是做过类似于这样的行业，我们就借了一个老师去一个咖啡馆聊，那个咖啡馆是个敞开式的咖啡馆，妈呀，那天你知道吗？一屋子的人，然后呢还有带孩子的。然后一会儿他去买个东西了，一会儿他去点个糕点了，一会儿他去买个咖啡了，哇，整个的乱七八糟。然后呢，七嘴八舌。结果晚上复盘的时候，我的那个伙伴就跟我说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了，说你们这个团队做的真的是太不专业了，你们连最基本的 ABC 都不懂。我那会儿我不知道什么是 ABC，我当时我还特别气愤，我说拽什么拽呀？啊，就你有点你那个什么，你就觉得你自己特别厉害吗？但是后来我才反思，我说人家说的是对的，你去在这个行业里拿钱，你去开个车，你还得学个驾照去呢。你连 ABC 都不知道，你连配合都不知道，你连去找什么样的人怎么聊都不知道，你弄一屋子的人，你还想在这赚钱，凭什么这个钱装你兜里去？我那个时候才认真的反思，
我说那你看这么优秀的伙伴没有给人家留下来，真的是遗憾。是什么导致的？是我们的专业不过关导致的。那所以必须要深刻的去磕专业，而且这个事业就是要复制。复制是什么？复制就是要想把专业给搞好。而且这个事业很简单，它的价值在全部你的专业过关的情况下，价值过关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会留下。人会为价值买单，不会为勤奋买单，勤奋只会买个面子单。但是爱健康最不怕你检验了，无论是我的分润，还是我们的系统，还是我们的入场时机，还是这家公司的这个实力，所以你有没有给清楚人家价值很重要。所以那会儿我就开始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盯到这个凳子上。袁硕老师也跟我说了，说一个课听50遍，你听没到50遍之前，你别跟我交流啊。但大家都知道袁硕老师性格哈，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受用，就是我就需要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然后呢，我就开始踏踏实实的从第一堂课开始听，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课程啊，大家都知道的，我的笔记本工工整整的，就是厚厚的笔记本借了2本，然后再加上开始行动，就是做这个记笔记本听课是一方面，行动还是一方面。你在行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天呐，层出这个就是各种问题出现，就是你会出各种的错误，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复盘呢，对吧？复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好，今天错3个地方，明天错2个地方，后天错1个地方，然后慢慢的，我们的错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必须要把自己钉到凳子上，去把专业过关。啊，这是对于所有的新进来的人，你不行动都可以，但是专业必须要过关啊，必须要真正的去做复制的动作。然后第3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大梦想。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事业，我当时的想法是事业非常好，但是可能我不行。那我不行，我不行在哪里？我分析出来了。那第2个就是我在想，我到底要过什么生活？我现在比如说让我去投个几十万再去创业，我也创不了了。那这个事业呢，它又不需要我投钱，它还有那么大的一个没有天花板的一个收入，那就很简单了。那我就时刻的问我自己，我想不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哎，我想不想给我父母再买一个大房子？我想不想要在海边买一个别墅？我想不想3年5年以后，我可以一边旅居一边那个挣着管道式的收入？我想不想我现在2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8岁，我现在不是北京户口，然后我一直在想我的孩子，前段时间真的没有爱健康之前，我特别焦虑，我说我孩子将来上学怎么整呢？这弄回老家去上学吗？我这都从老家扒拉出来了，好不容易这从泥地里好不容易扒出来，再让他们再回老家去吗？我一定不想的。但是到了爱健康，我就明白了，我的孩子有无限的可能，只要我的收入过关，只要我的管道收入那个稳的话，我送他去国外也是可以的呀。这个孟母3000嘛，那我兜里有钱的时候，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捡着好的去，所以我能不能给我孩子这么好的托举啊？所以我就时刻的在问我这些东西啊。所以当我问清楚我这问题的时候，我就把80%的时间用在这个爱健康上。好多人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带2个娃啊，单身带2个娃嘛，好多人就会问我说你又能骂孩子，刚才为什么我这个闭着麦的时候老是嘴在动？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你俩别说话，我就这样啊，因为他俩在吃饭。然后我把那个滴滴车给他打好，我说一会儿你俩直接摁那个打一下，然后悄悄的把门关好，然后出去啊。他们一出去，我的心才落地了，因为他们一直在那走来走去的，会影响我整个的发挥哈。但是就是这样的，他们要做他们的，我现在要全力以赴跟爱健康。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真正有结果的东西。如果我现在去给他忙活饭去，忙活菜去，送他去学校去，不好意思，1年以后我还在做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当他们需要真正托举的时候，我给不了那个托举。我现在给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可以累积的，哪些东西是能够让我们将来可以不用去干活就给到最大的结果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认真思考的。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当我放大梦想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啊。所以呢，希望每一个人在爱健康上再一次的把梦想放大，不要把它当一个嫁接式的这种轻创业，它就是一个投资500万上千万的一个大事业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好的，那我就说这么多，把麦给到杰子老师。
谢谢舒妍老师。那在这一轮哈，我们都真的越来越感受到了您这种自如、这种绽放。我相信，所有的伙伴们听完舒妍老师的分享，一定会对你们有非常大的触动，一定会有。我自己也是。那尤其在讲到行业需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照妖镜就是要打碎那个原来的自我、原来的自己。那同时，我们真的一定要专业。那尤其是当他讲到，这个袁术老师要他听50遍，然后自己记了满满的2大笔记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呈现，一定会吸引来对的人，放大梦想，我们可以给孩子，我们可以托举孩子更好的未来。谢谢我们优秀的舒妍老师。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们特别想请3位老师给每一位家人送上一句金句。那这一句话呢，虽然说也许戳心，但是它一定非常有用。那而且这一句话顶万句。那因为这句话，它会伴随着你们在爱健康稳步前行。那我们还是从严宁老师开始，谢谢，跟大家送上一句美好的祝福。好的，感谢杰子老师，今天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我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分享爱，传播爱，让更多的人用上爱健康的产品，远离疾病的困扰，让更多平凡普通的有梦想的人在这里看到生命的希望和美好。好，谢谢大家。嗯，谢谢严宁老师。好，有请赵老师。好的，谢谢杰子老师和另外2位老师啊。那今天跟你们同框，相当幸运。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借用小英老师前几天，无意当中我挑这个金句啊，让爱健康事业包养我的健康，包养我的财富，包养我的灵魂兴盛。好的，谢谢。谢谢赵老师，我们都愿意被爱健康包养，谢谢。好，有请舒妍老师。好的，杰子老师，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太棒，太好了。谢谢舒妍老师。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特别感谢3位老师的真诚的倾囊相授，也感谢每一位家人的用心聆听。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读懂了爱健康是一份能让我们自己健康，让家人安心，让他人受益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事业。无关过往，不分身份，只要你心怀向往，笃定前行，就一定能够在这里收获成长、成功与幸福。那我们也期盼更多的追求美好、渴望成功的伙伴们来加入我们，一起传递健康，分享幸福，一定去奔赴我们共同的璀璨的未来。谢谢大家，今天的早会到此结束，我们来一个和平比个心。好，OK，好，好，谢谢大家，谢谢。